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如今父母都是这样，为了让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都选择了奉献自己。对他们来说，前半生的任务就是养育子女健康成长，接着是帮助子女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，而最后就是享受子孙绕膝，共享幸福的生活。不管是在哪一个过程里，父母的付出都是无私的，很少有父母会为了什么目的才为子女付出。然而反观很多子女，却把父母的付出和牺牲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，认为父母生来就是帮助子女的，如果不帮那就是自私。甚至有些子女还会以养老下要挟，让不少父母心寒不已。58岁的周阿姨就对此非常有感触。过去一直对儿子很宠爱，什么都帮忙，办得很周全，给儿子买车买房娶媳妇，退休后还帮儿子带了3年娃。如今孩子上幼儿园了，周阿姨想和老伴一起去旅行，结果才开始却被儿子儿媳责骂败家，这让周阿姨十分伤心。一气之下改变了对待儿子儿媳的态度。周阿姨自述，从明天开始房贷自己还，孩子自己带，别想让我出一分钱。这是我前不久发给儿子儿媳的一条短信。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样做太无情了，做父母的多少孩子帮帮子女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多为他付出一点，谁知到头来却以失望和心寒收场。我今年58岁，退休3年多，原本刚退休的我是打算去老年大学上课，学点东西的。然恰巧退休没多久，儿子就打电话来说儿媳怀孕了，已经4个多月，打算5个月的时候就回家养胎，让我过去好好伺候。听到儿媳要生2胎，我和老伴很是高兴。1胎生了宝贝孙子之后，我们就一直期望能再要个孙女，但我却不喜欢带小孩和伺候人。过去伺候生病的婆婆已经让我十分糟心，所以1胎孙子我都是花钱让儿子请亲家带的。如今儿子让我过去伺候儿媳，我也说可以花钱请亲家再来照顾，或者请保姆给他们，儿子就是不肯，说1胎我还在上班，没处理可以理解。如今2胎我退休了，就应该亲力亲为。儿子更说，身边同事朋友的父母退休后都是主动帮儿女带娃的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。说实话，当时儿子这么一说，让我也是没有办法反驳。在过去，我们确实少了很多亲力亲为的帮助。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，也确实要为孙辈做点事。就这样，我无奈地放下了去老年大学学习的事，奔去了儿子家伺候起了儿媳养胎，顺便也帮忙接送大孙子。刚开始还觉得这件事情很轻松，就买菜做饭，陪儿媳去检查，接送下大孙子。但是后来没多久，儿子就跟我哭诉，说儿媳养胎了，大孙子有上学，他压力很大，想让我帮他还贷款。我当时也看得出儿子辛苦，而自己退休金也有4000多，就算帮忙还儿子的房贷，也还能剩下不少给自己零花。于是也没想太多，就觉得帮儿子顶一下暂时的压力吧。就这样，每个月拿出3200，多帮儿子还起了贷款。后来媳真生了个女孩，我和老伴很高兴，一次性就奖赏儿媳2万元，并且我也主动帮忙带起了孩子，想着儿媳恢复好之后早点去上班，帮儿子分担养家压力，也好让我这个老太婆早点脱身。谁知儿媳生完2胎后，
就待在家里不回去上班了，每天吃我儿子的，也不让我回去。我也不敢直接说他，就跟儿子说了几句不满，可儿子却跟我说，儿媳生完2胎，身体走样了，要等恢复好才去上班，然后叫我多待点。好吧，生娃确实很辛苦，也对女人的身体影响很大，这我能理解，所以我也没说什么。但是儿媳在家休养却非常懒惰，2个孩子和家都丢给我。2胎孙女4个月大的时候，儿媳为了保持身材就给断奶了，然后又为了减肥塑身，花了不少钱去练瑜伽等等，2个孩子都让我伺候，还好大孙子懂事，可以自己上下学，回家也会自己做作业，不用操心什么。但是2胎孙女却十分顽皮闹腾，让我一天忙到晚都没得休息。不过带刚出生的婴儿确实是这样的，我也就忍着。而儿媳呢，身材锻炼回来了，依旧是大美女了，可她也不着急去找工作，天天拉着一帮好姐妹，不是逛街就是旅行的。儿子也护着儿媳，老是在我面前说她生了2胎很辛苦，很不容易，就随她放松一下吧。一晃2年过去了，2胎孙女都可以上小班了，而且还是没有上班。不过儿子那回也升迁了，工资也涨了不少，在每个月有我帮他还房贷的情况下，他负担2个小孩压力也不大，所以我就放手，让儿媳自己去操持2个小孩。我回家去了，而我选择回家，也是因为我老伴刚好退休了。我们曾约定退休后就一起周游全国的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天天去旅行的，就1个月2次，预计花销也控制在3000左右。而我老伴职位比较高，退休金也比我多很多，每个月有5000元，加上我们本身有不少积蓄，所以这花销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奢侈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一开始儿子儿媳并不知道我们这计划旅行，2个月过后，儿子儿媳看到我们2个月旅行了4、5次，就有点不满了。儿子直接打电话过来说，我们这么悠闲，就应该帮他们带娃，还说儿媳为了带2个孩子，已经憔悴了很多。当时听到儿子说这么矫情的话，我真的想一口怼过去。过去我一个人伺候2个娃都没喊累，如今孩子都上学了，他累什么？还想要我们过去带娃？那我们过去了，他就当少奶奶让我们伺候吗？不过我也没有把怨言说出来，只是委婉地跟儿子说，等寒暑假放假了，就让2个孩子跟我们住。我以为这样的安排，儿子那边会很接受，可儿子却有一个心里喊苦喊累，让我听得很是难为情。于是就和老板商量，我们不去带娃，但每个月2个小孩的委托费我们来出吧。而且我直接把退休工资卡给了儿子，意思是里面有多少钱都给他们。这么一给，儿子儿媳倒是挺满意的，时常会关心我们，叮嘱出行注意安全。可前不久清明扫墓，儿子一家4口来家里，我们短暂相聚了下，在饭桌上谈及我们往后打算想要旅行的地方时，儿子儿媳就突然不爽了。儿子让我们不要走太远，去附近走走就好。我则说想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，这钱花得很值。再说了，我和他爸都年过60，黄土埋半截了，再不趁着现在好好出去走走，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。儿子也没话可说，但儿媳却还有一个心理计较，着我们说，爸妈你看我们2个小孩都还小，你们旅行几次见识下世面就可以了，省点钱，帮我们好好养育小孩才是重任呢。听到儿媳这么说，老伴直接开口说了，我们旅行预算其实我们也花不多，1个月2次，远途的5天4夜和4天3夜的，
我和你妈也就不到4000，还挺划算的。什么？你们一个月光旅行就要花掉4000？这太奢侈了，花这么多钱到外面，也不帮我们分担下养娃的压力。爸妈你们这个败家的。儿媳怪里怪气地说道。当时我听到儿媳说我们败家，我憋了许久的气就上来了。儿媳啊，你说我们奢侈可以，但是要说败家就过分了。我们俩夫妻旅行也没有花你们的钱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。我们花了这些钱，也没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，何谈败家？儿媳还没完没了了。妈，你们见过谁家父母退休了，月月花4000多去旅行了吗？我敢说，就你们这一家，别的父母都是拿退休金帮儿女减轻压力，儿女们却自己逍遥快活。所以如果你们这不是败家，那算什么？我也火了，说我给你们小两口的补贴还不够多吗？不过说完这句话，老伴就制止了我。那天的斗争也随着儿子一家的离开而消退了，但那天儿媳说的话确实让我和老伴都很寒心。我就决定不再惯这儿子儿媳了，当晚就给儿子发了短信，从明天开始房贷自己还，孩子自己带，别想让我出一分钱。不管儿子儿媳看到会是什么态度，但他们的电话我都没接。第二天我就去银行把工资卡密码改了，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，我都没和儿子联系。老伴说让我别太过火，想让我退让一步，但我觉得只要我低头了，他们就会得寸进尺，以后会更无休止地向我们啃老，所以我绝不退让。这就是周阿姨的故事。周阿姨断掉了给儿子儿媳的补贴，并且要一直坚持到他们低头。大家支持周阿姨这样做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